生病让我体会生命的珍贵，也深深感受到生存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活着的时候充分发挥生命的力量，创造无限的价值。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是在20年前，爸爸遭遇了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当时只有16岁的我，一次就回到家中，看到爸爸跟他的摩托倒在马路中央，而且整个马路充满这个血迹。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的害怕，幸亏呢，就是有邻居的帮忙之下呢，我抱着爸爸前往医院去急救。那直到爸爸面对这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啊，我几乎是崩溃啊，因为我不想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就失去了爸爸。我就想起啊，前辈经常在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们去做蛰伏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宿命可以去转换的最快的一个时候。我就凭着这一种的确信啊，我就几乎跑到每一间病房啊，去寻找可以让我去做蛰伏的一个对象啊，去跟他们分享智远大神的佛法的伟大。因为我确信着这一个就是让我可以去挽回爸爸生命的一个唯一途径啊。所以当时一边去做蛰伏啊，直到完全没有对象，才跑去那个楼梯口啊，一边大哭一边去唱题啊。回到家过后呢，我们全体家人啊，就是向着玉本尊啊唱南无后人给 Q 啊，直到天亮啊。尤其我的母亲呢，更是向着玉本尊啊通宵去唱题啊，去祈求我的父亲一定要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啊，可以陪他偕老。那第二天早上呢，很幸运的就是爸爸终于清醒了起来啊，他完全忘记了昨天所发生的车祸的一切事情啊。他的清醒呢，也是证明着他已经度过了这一个生命的难关，真的就是让我们全家人深深的感受到这一个玉本尊的守护，也让我在这一个年轻的时候呢，也开始看到这一个《法华经》题目的伟大力量啊。事情却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18岁的我就被诊断患上了第2期的这个淋巴癌。当时医生告诉我，我需要进行长达12次半年的这个化疗，所以我当时真的非常难以接受这一个事实，所以我就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跑到隔壁没有人的病房啊，就自己本身呢一边唱题一边流泪啊。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越是唱题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就开始浮动了一篇又一篇的那一个译文，其中呢有一句译文呢，就这么的讲到啊，就当我们的信心越是坚定，主天善神守护的力量越是强大。我告诉我自己，我有玉本尊，我一定要坚强，我还年轻，我一定要战胜这一个病。我很庆幸自己在学会中长大，那学会的前辈当一知道我患上这个病呢，就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探望我，他就鼓励我到，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意义所在。那在家庭成员当中，只有你遇到这种病是因为你是唯一可以承担这一个病业的人，所以你的使命就是彻底的转换这一个病业的宿命啊。这一番话让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从我是可怜的病人的心态，慢慢转变为我要战胜这一个病业的强盛理念。当时许多学会员他们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去鼓励我，我很感动，也真的非常的感激。这让我在抗癌的这个路上充满了这个希望，我也变得越来越坚强。那经过半年的治疗，我渐渐的康复了起来。但是完全难以接受的是，在第11个月，也就是1年之内我的癌症又在复发。当时呢，我的癌症已经去到第3期淋巴癌。这次的化疗更加的强烈，导致我全身毛发脱落，变得很瘦。更大的烦恼就是要面对化疗后进行肝细胞移植的庞大医疗费。当时我和我的家人感到非常的彷徨，但信仰告诉我，只要贯彻信心到底，绝对不会穷途末路。通过我们一家人强生的祈求，很不可思议的，我竟然被推荐为医疗补助金的受惠者之一。这不但解决了医疗费，
我也被同时安排到吉隆坡中央医院最资深的一个医生为我进行肝细胞移植，而且这个移植疗程非常成功，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题目的伟大力量，我非常的感动。但是在康复的路上就看到身边癌症的病患就一个接一个的相继离开，所以当时我就有出现了这一种隐忧担心到底自己的病会不会再次复发。当时我的妈妈她看透了我的心，她对我说，与其担忧害怕，不如立下健康长寿的一个决议，祈求自己可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跟人类的幸福而活。妈妈这一句话确实一针见血，它扫除了我内心的一个忧虑生老病死不就是人生的实相吗？如果只想逃避，我们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当我的一念改变之后呢，我再次鼓起勇气，唱出比以往更有生命力的一个题目。那自然佛法的生命哲学教导我要正视死，进而珍惜生的每一瞬间，而患病原因是自己愿见于业，就是这一生愿意承担这一个病业，感受生病的痛苦，透过佛法的修行转换宿命，证明佛法的伟大。所以从那时起，我更积极的进行佛法对话，以自身的体验来去鼓励身边的友人，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透过这个伟大的日莲佛法赢取胜利的一个人生。这10多年来，我进行了很多的对话，每一次的对话都让我更深的感悟生命，这让我更加确信生命本身并不可悲，败给病，失去了希望才是可悲。生病让我深深感受到生存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活着的时候充分发挥生命的力量，创造无限的价值。爸爸跨越了生死的体验，让我见证了妙法的伟大。而我自己本身亲身经历这个抗癌的10多年后医生告诉我10年没复发，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不必再担心。爸爸在车祸20年后呢，也就是在2021年的5月16号呢，安详的离开。回顾爸爸的一生呢，他虽然没有接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他是一个信心清纯，为了学会为了友人而无私奉献的人无论人生面对怎样的事情来说呢，爸爸都是坚持以信心来去克服绝不动摇而且他也让到许多身边的亲朋戚友呢入信了日莲大圣的佛法，也看着我们5个兄弟姐妹呢在学会在各自的事业和家庭大大成长了起来领受了这个妙法的伟大功德。爸爸为我展示了坚持信仰到底的幸福人生。我很感恩并很确信地说，因为有日莲大圣的佛法，让爸爸更持寿命，延长了20年的人生，并在全体家人的陪同下安详离世。我也因为有日莲佛法，生命获得了殊胜，我的宿命让我自觉了自己的使命，我会永远将此尊贵的使命人生活到底，用我的声音和行动继承爸爸的遗志，继续把伟大的日莲佛法与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也获得生命的殊胜。